如果在健身这件事上，你也觉得练得越多越好，或者觉得没时间每天泡在健身房就练不出好身材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今天，我想为大家深度解读《The Diary of a CEO》节目中一期含金量极高的访谈。本期的嘉宾是麦克·伊斯拉特博士，他是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博士，曾经也是大学教授，更是一位不仅懂理论，自己练得也超级好的顶级运动科学家。他在业内以讲真话和极度硬核著称。他给出的结论非常反直觉，如果你想彻底改变身材，你根本不需要每天泡在健身房。事实上，哪怕一周只练1个小时，如果方法对了，效果可能比你现在的瞎练要好得多。今天，我就帮大家把这期长达2小时的访谈扒了一遍，过滤掉废话，只留干货。我们将从到底练多久、怎么练才长肉，以及怎么吃这3个维度，带你建立一套最科学、最高效的身体管理系统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大多数人放弃健身的理由只有一个：我没时间。但是麦克博士在访谈中直接甩出了一个数据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，特别是新手，每周总共只需要约1小时的有效训练时长。你没听错，他建议的最低有效剂量是每周练2次，每次20分钟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太少了？但麦克博士解释说，只要你家里有一对哑铃，男士大概20磅左右，女士轻一点，配合着每周总共40分钟的训练，坚持6个月，你可以期待增长5到10磅的纯肌肉，同时减掉5到7公斤的脂肪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对于新手来说，你的身体对训练非常敏感。从不练到一周练2次，这个从0到1的收益是巨大的。反而是当你从1周3练增加到4练、5练的时候，收益才会开始递减。所以，重点不是拼命练，而是开始练，并且保持一致性。即使你因为忙碌停练了2周，也别担心。麦克博士在访谈中确认，肌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。哪怕你停练几个月，恢复到巅峰状态所需的时间，往往只有你当初练成时长的1/10。所以，别有心理负担，断了就断了，练回来很快。好，时间省下来了，那这20分钟练什么？怎么练？如果只是随便举2下，那肯定没用。麦克博士提出了3个绝对不能忽视的原则。第一，目标要专一，也就是学术上说的特异性。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动作。如果你想让手臂变粗，就做弯举；想练腿，就深蹲。目标要明确，动作要直接，指哪打哪。第二，必须有挑战性，这是最关键的。麦克博士说，每一个正式组都必须是有挑战性的。什么叫挑战性？就是当你做完一组动作，你应该感觉我可能还能再做1到2个，但绝对做不了第3个了。如果你做完一组还能谈笑风生，那这就是无效训练，那是在做广播体操。至于每组做多少次，5次到30次之间都可以。不管是大重量少次数，还是小重量多次数，只要练到接近力竭，增肌效果在科学上几乎是没有区别的。这对在家训练的朋友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小哑铃多举几次一样能变壮。第三，动作质量，这一点很多人都做错了。麦克博士强调，全行程至关重要。比如深蹲，你得蹲得够深，蹲到大腿尽可能折叠，这样对腿部肌肉的刺激才是最大的。别只顾着追求大重量，却只做半程动作，那样其实根本练不到目标肌肉。要控制重量，做全程，让肌肉在被拉伸的状态下发力。这里插播一个麦克博士推荐的超实用热身技巧，别在跑步机上浪费时间热身了。他推荐的是金字塔热身法，首先用很轻的重量做12个，找找感觉，休息一下，用中等重量做8个，再用接近正式组的重量做2到4个，激活神经，最后直接开始你的正式组。这样既安全又省时，还能最高效的激活神经系统。练得好，还要吃得对。关于吃，麦克博士也是毫不留情地打破了好多迷思。首先，必须吃得像苦行僧一样干净吗？错。麦克博士说，如果你想减脂，热量缺口是绝对的物理定律。只要总热量控制住了，蛋白质吃够了，你哪怕偶尔吃个汉堡，也不会瞬间发胖。他建议80-20原则，80%吃健康的原型食物，比如瘦肉、蔬菜、水果，剩下20%留给你喜欢的零食或垃圾食品。这样你的心理才不会崩溃，计划才能坚持下去。
其次，必须要吃很多补剂吗？麦克博士直言，绝大多数补剂被严重高估了。对于普通人，真正有用的补剂只有一个：肌酸。每天5克，不需要什么充饥期，长期吃，安全且有效。而且它不仅能帮你增肌，甚至对提升脑力也有帮助。至于蛋白粉，那只是方便你摄入蛋白质的食物而已，不是神药。最后，具体怎么吃？重点看蛋白质。你的目标是每磅体重吃1克左右的蛋白质，或者简单算，每公斤体重2克左右。至于吃的时机，练后一定要马上吃吗？其实，肌肉生长是在你离开健身房后，甚至是在你睡觉时发生的。麦克博士解释说，训练只是发出了生长的信号，真正的生长发生在休息时的24到48小时内。所以，保持全天营养摄入均衡，比纠结练后那30分钟更重要。看完全片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那块石头落地了？健身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不需要你每天在那儿举铁2小时，也不需要你完全告别美食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干货：第一，极简起步，每周2次，每次20分钟，家里哑铃就能练。第二，注重质量，动作做全程，每组都要做到接近力竭。第三，吃得聪明，控制总热量，蛋白质吃够，也可以试试肌酸，别把自己逼太紧。第四，只要坚持，哪怕停练了，肌肉记忆也会帮你迅速练回来。最后，我想引用麦克博士在访谈中的原话。他说，健身并不会提升你的社会地位，也不会让你因此就高人一等，但它能做的是极大提升你活着时的质量。与其在年老时住在疗养院里，靠机器维持生命，健身能让你成为那种在街头健步如飞的80岁老人，这才是我们要的大结局。从今天开始，哪怕只是拿起那一对哑铃，动这20分钟，你的身体未来都会感谢你的。我是逆龄研究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